上回书说到，天狼岛的战斗进入尾声，天狼树被阿祖玛折断。格雷找到师傅的女儿乌鲁提亚，本以为乌鲁提亚是站在格雷这边的，没想到这一切都是乌鲁提亚的谎言。他想让格雷去找哈迪斯决斗，让他们同归于尽。格雷识破了乌鲁提亚的谎言，与他产生了决斗。乌鲁提亚安排梅尔蒂带着杰尔夫先撤，格雷唤醒了朱比亚，让朱比亚去追杰尔夫。乌鲁提亚使用的是可以操纵时间的失落魔法时间之壶，能够操控物质的时间。这是乌鲁提亚为了杀死自己的母亲而特意学会的魔法。格雷的冰之魔法很难伤害到他。不仅如此，乌鲁提亚可以操控时间，让格雷的防御无效化，从而对格雷进行攻击。乌鲁提亚说：“我一直憎恨我的母亲。”格雷很不解，乌鲁他一直担心你，他可是十分伤心的。乌鲁提亚说道：“那又怎么样？”格雷想起自己年幼时看到师傅乌鲁哭泣的模样，他决定用师傅的造型魔法打败乌鲁提亚。乌鲁提亚说：“造型魔法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作用。将冰引向未来可以化作蒸汽，引向过去可以化成水。”格雷用手臂上的冰划上身体，透明的冰刀染成了红色。格雷冲向乌鲁提亚，对他一套连环7连击。乌鲁提亚使用时间之壶，却无法破解格雷的冰刀，不禁惊呼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格雷说道：“你无法驱动有生命的物体的时间。”格雷冰冻了自己的血液，乌鲁提亚的时间魔法便失去了作用。他穷则思变，转而使用从自己母亲那儿学会的魔法冰之魔法蔷薇王冠，将格雷打倒。格雷扑向乌鲁提亚，两人双双跌下悬崖，掉进海中。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乌鲁提亚说：“在乌鲁提亚的记忆中，自己很小的时候，母亲就把自己送到了魔法开发局，从此再也没来看望过自己。在开发局的试验中，年幼的乌鲁提亚每天都遭受着非人的痛苦，他每天都在等着母亲能来接自己回家，但是每天都在失望中度过。一天夜里，乌鲁提亚无意中击碎了房间的窗子，于是他连夜逃走。他光着脚在雪地里跑了好久，只为能见母亲一面，但他看到的却是母亲乌鲁与2个徒弟相亲相爱的一幕。乌鲁提亚崩溃了，他坚信母亲抛弃了自己和别的孩子一起生活。于是乌鲁提亚带着仇恨回到魔法开发局，他要得到强大的魔法向母亲复仇。乌鲁提亚用魔力炸毁了开发局，然后加入到了黑暗公会恶魔之心。受哈迪斯的洗脑，乌鲁提亚相信只要利用杰尔夫完成大魔法世界，所有痛苦的事情就会重来，被诅咒的人生会变成幸福的人生。乌鲁提亚与格雷跌入海水中战斗，在海水里，乌鲁提亚突然看到了母亲的记忆。当年的真相是，乌鲁提亚天生拥有自己无法承受的魔力，一直高烧不退。为了能救下女儿，乌鲁将乌鲁提亚送去魔法开发局。后来，乌鲁从开发局那得知女儿已经死了，乌鲁伤心欲绝，撕心裂肺地喊道：“得知真相的乌鲁提亚顿时崩溃，失去了作战能力。格雷用冰之战神枪将乌鲁提亚击败。格雷告诉乌鲁提亚，他的母亲一直以他为自豪，以他为自己的幸福。乌鲁提亚彻底丧失斗志，他后悔自己曾经憎恨母亲，现在他只想变回憎恨母亲之前的自己，只想再见到母亲一次。格雷与乌鲁提亚的战斗结束了，他摇摇晃晃地穿过丛林，与纳兹等人会合，大家一起找到哈迪斯，向最终哈迪斯发起挑战。哈迪斯俯视着众人，真没想到七剑鼠居然会失败，连布鲁诺特也被干掉了。最后竟然是我来做这支队伍的对手。恶魔与妖精的嬉闹该结束了，第3代妖精的尾巴来吧，马卡罗夫的小屁孩们！哈迪斯说完，默默转身回到了船舱内。为了防止打起架来晕船，纳兹拜托哈比他们搜查船上的动力源，一旦找到，务必将其破坏。温迪给纳兹施加了平衡魔法，准备就绪后，格雷率先发动攻击，打出一道冰柱，直通战舰顶端。纳兹等人顺着冰柱成功攻入敌军内部。艾露莎提醒道：“那家伙是比会长还要厉害的魔导师，一见面就要全力以赴。”纳兹跳上战舰，一招火拳打过去。接着，其他人纷纷开启大招，紧随其后。温迪在后面为众人叠加保护 buff， 艾露莎等人轮番攻击。哈迪斯用星云锁链缠住艾露莎，将她抡起砸向格雷。纳兹从上空释放火龙之翼，哈迪斯躲开后用锁链将纳兹甩开。
温迪与露西召唤的天蝎座精灵打出组合技能，加上纳兹的火龙拳，一起击中了哈迪斯。这已经是大家全力以赴的攻击了，然而哈迪斯却毫发无伤。纳兹等人从哈迪斯身上感受到一股非常强烈的压迫感。艾露莎大呼一声：“来了！”哈迪斯突然咆哮一声，啪的一声轻响，温迪凭空消失，只留下贴身衣服掉落在地上，整个人就好像是从空气之中蒸发掉一样。哈迪斯说：“真是不堪一击，就这样让你们一个一个消失好了。”伙伴们惊恐地瞪大了眼睛，温迪为什么会消失？他还活着吗？他去了什么地方？骗人的吧？怎么有人能够把人凭空变美？这时，天花板上突然传来说话声，大家抬头一看，露西的钟表心灵正紧紧贴在天花板上。原来，钟表心灵自动侦测到有危险，于是跳出来保护了温迪。露西一脸黑线，说起来，天狼岛战斗到现在，自己好像也多次处于险境之中吧？怎么从来不见这家伙出来护驾？不过这种保护也仅此一次了。钟表心灵告诫大家小心行事，然后自动消失，回到心灵界去了。正式的战斗马上开始。哈迪斯冷笑一声：“马卡罗夫的孩子们倒是有点意思。”纳兹问：“你和老爷子认识？”哈迪斯说：“你们在工会的书库里没有看到过关于我的记录吗？我过去曾是妖尾工会第2代会长普雷西托，是我指名马卡罗夫为第3代会长的。”纳兹当即爆发：“就你？怎么可能啊！”哈迪斯对着纳兹几人疯狂投掷技能，几分钟之后，纳兹等人已经横七竖八地躺在船舱里，没了作战能力。哈迪斯踩在纳兹的头上说道：“梅比斯的意志托付给了我的意志又托付给了马卡罗夫，但是正因如此才是错误的。马卡罗夫改变了工会，魔法沐浴了过多的阳光。”纳兹怒道：“这才是我们妖精的尾巴，并不是像你这样的行尸走肉。我们可是赌上性命，努力的活着呀！既然你没有勇气改变，那就停滞不前吧！”哈迪斯对着纳兹一顿魔法扫射，纳兹痛得惨叫不止。哈迪斯却说：“要怪就怪马卡罗夫吧，是他害你死得这么痛苦。”哈迪斯准备一发大招，直接了结了纳兹。突然一阵电闪雷鸣，一道闪电从空中劈在哈迪斯的手上。纳兹抬起头一看，拉克萨斯浑身迸发着闪电，非常帅气地站在纳兹面前。这家伙就是爷爷的仇人吗？纳兹。拉克萨斯不多废话，直接给了哈迪斯一记头锤。哈迪斯怒道：“臭小鬼！”艾露莎问道：“你怎么会在这里？”拉克萨斯愤怒地盯着哈迪斯，说道：“我本来是要给初代会长梅比斯扫墓的，我原本也是妖尾的成员啊，没想到这家伙就是2代会长，机会难得，正好把这家伙就地埋了吧。”拉克萨斯利用闪电的速度抓住哈迪斯，就是一顿胖揍。哈迪斯赞许道：“身手不错，魔力也很强。马卡罗夫除了基尔达斯之外，还拥有了这么强的棋子啊！”拉克萨斯从嘴巴里喷射出雷电，追击哈迪斯。哈迪斯使用星云锁链抓起一个大球，抡向拉克萨斯。拉克萨斯又要将大球击毁，哈迪斯用天照式魔法缠住拉克萨斯，一记强烈的爆炸声响起，拉克萨斯被淹没在黑暗魔法的爆炸之中。这一招非常厉害，被这招击中的人都会四肢无力，无法任意行动，就算防御住了，消耗的魔力也是致命的。哈迪斯一脸洋洋得意，突然一道闪电窜出来，雷电法王拉克萨斯瞬间窜到了哈迪斯的背后，对着他的背部狠狠就是一脚。哈迪斯毫无防备被踢倒在地。刚刚的力量只是单脚，我还有一只脚，还有双手呢。只要头还在，就有全身的魔力。如果全部的力量汇集成一击的话，可不是几倍的力量那么简单。要不要试试看？哈迪斯道：“老兄，我劝你一句话，年轻人不要太气盛。”两人大招对撞，但拉克萨斯终究是年轻了。中了天照石之后的拉克萨斯已经元气大伤，但他没有退缩，依然顽强的和哈迪斯硬刚。虽然我已经不是妖尾工会的人了，但打上老爷子的话，我也可以生气吧？纳兹大喊一声：“打你妈的！”拉克萨斯微微扬起嘴角，接着将自己所有的雷电魔法传输给了纳兹，自己则正面接下了哈迪斯的一道魔法攻击，仰面摔倒在地，失去作战能力。纳兹很疑问：“为什么给我？我明明比你弱。”拉克萨斯说：“这不是强弱的问题，铭刻工会文章的人怎么能被打倒？工会受到的伤痛当然要由工会来讨回。”纳兹擦了擦眼睛，火龙的力量与拉克萨斯雷电相融合在一起，纳兹变身成雷炎龙状态。天狼岛营地，菲利德和雷比等人在这里铸造防御魔法。
本以为万无一失，没想到位置还是暴露了。他们几人遭遇了恶魔之心的鸡哥和狗头武士的突然袭击，并且还破解了防御的术士。菲利德呼吁大家保护好伤员。这时，七眷属的华苑也攻了过来。丽莎娜勇敢地迎战华苑，华苑拿到埃尔夫曼的头发后，通过操控人偶来控制埃尔夫曼攻击丽莎娜。丽莎娜被打倒，本就伤痕累累的埃尔夫曼同样也受到重创。菲利德冷静地指挥雷比修复术士，然后和比古斯罗一起迎敌。华苑准备一招结果了丽莎娜，卡纳加入战斗中，用卡牌将华苑打伤。那边的傻大个不要太嚣张。卡纳分别用出雷电卡牌、火焰卡牌、喷水卡牌和冰柱卡牌攻击，华苑用不同属性的强化人偶一一化解。这时雷比也加入了战斗，华苑越打越兴奋，三个女人追求我一个，这也太过瘾了。卡纳三人仿佛受到了侮辱，使出看家的本领对付华苑。华苑则用出晋级自我强化术，把自己的头发和埃尔夫曼的头发同时插在3号人偶上，就可以实现自由转换。刚刚卡纳三人的攻击全部转移到了埃尔夫曼的身上，对于已经重伤不起的埃尔夫曼来说，这简直就是雪上加霜。不过华苑的伎俩并没有让他得意太久，卡纳三人一套组合技能非常漂亮的将华苑打倒。梅尔蒂看着吉尔夫一路小跑，腿部受伤的朱比亚在后面像个僵尸一样紧追不舍。赞克罗在前面堵住梅尔蒂，争抢吉尔夫。梅尔蒂恳求赞克罗留下吉尔夫，吉尔夫是乌鲁提亚的未来，也是自己的未来。乌鲁提亚说过，只要能实现大魔法世界，就会把自己的家乡恢复原貌。赞克罗笑道：“你可知道，毁了那座城的正是乌鲁提亚。”梅尔蒂如同遭到五雷轰顶，赞克罗哈哈大笑。这时吉尔夫苏醒过来，只用一招就秒了赞克罗。吉尔夫走过去，合上赞克罗的眼睛，低声说：“对不起，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，就把你干掉了。”吉尔夫独自走进丛林之中，喃喃自语道：“我降生于这个时代，并没打算做什么事。我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朋友，也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敌人。但是如果现在一个时代即将终结，那么我说不定会再次行动。我希望你能在那之前毁了我，纳兹。”本期内容就是这些，下期天狼岛大战结束，小伙伴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